大家好，我是彦波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我的赛事，所以我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自行建机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简短影片带大家进入什么是超级马拉松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梦都是最美的，但是大家有没有曾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可以追逐你的梦想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曾想过我跑那么远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简单为大家2个有趣的问题，就是
至今为止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几公里？待会我数到3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一起回答。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：“国中、高中的时候测验是我至今最长活了30岁，只跑过3公里。”有些人可能会当兵的时候会回答说5公里。所以我们大概数到3，大家一起回答，你曾经至今跑过最长的距离是几公里？3、2、1。哎呦，8突然变50。好，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，你觉得你这一生中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用你的双脚跑几公里？3、2、1。40、50。对，然后有一些人突然就3、2、1。对，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就是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我可以跑几公里。参加现在世界7大洲8大站的超级马拉松赛，已经完成所有的赛事了。所以呢，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可以跑那么远。这所有8站中的赛事，从一开始的5公里，一直到21公里半程马拉松，到最后我到大学的时候练成是42.195公里，到最后变成开始越来越多，变100公里、250公里，到最后呢，最难的一场比赛700公里。很多人一听到我就要去参加那个加拿大 Yukon 的比赛700公里，每个人一听到就是表情马上很震惊，说 Are you mad? Are you crazy?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, man? 很多人就用这种表情看着我。当然，这700公里确实是很夸张，尤其是他必须要在零下接近50度的地方，或者在摄氏沙漠的52度中进行竞赛。我很感谢在我这一生中已经经历了太多。我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美好。我去了南极洲参赛，跑了100公里，看见最高峰文森峰。我前往了非洲卡拉哈里沙漠，跑了250公里，看尽所有卡拉哈里沙漠从古至今所有的山脉、河流，以及我去巴西参加170公里 no stop 赛事。我相信一个梦想，如果它可以被去想象，它就有存在的价值。但是重点是 how to dream big， 你如何让你的梦想变大 ，and plan right and do it now， 这是非常 easy and simple 的这3个要点。我觉得这许多的比赛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分享所有的赛事，所以我就用我觉得这世界7大洲8大站最难的一场比赛，就是加拿大育空特区700公里的赛事跟大家分享。它最冷呢，在2009年所测到的比赛最冷的温度是零下62度。我们在竞赛的地方呢，从一开始到 finish， 它有分成3组，100 mile、300 mile 跟430 mile。最难的是160公里，160公里它只给你3天的时间。那483公里它只给你8天的时间。最难的就是700公里这一组。必须只给你13天的时间去竞赛，限时312小时，所以你必须要去压榨你很多的睡眠时间，你一天至少要 push 至少60到70公里才有办法去前进。你必须要去迈向你自己身体的未知期限，比如说在这个竞赛的情况下，你一天的睡眠有时候只有2个小时，有时候只有3个小时，甚至最多2天没有睡觉，你会被这个时间压迫得非常非常紧张，所以你会有睡眠障碍。那第2个是什么？你的食物都有限，很现实的。如果你想要背越多，你想要让你在700公里的过程中过得舒服一点，让你肚子比较不会饥饿，你可以 carry on 多一点。可是你又必须要相对付出更多的体力、更多的疲惫、更多的肌肉酸痛来背这些食物。我发现人生中的道理也是许多可以用这个来印证的，甚至是水分不足，在那边并没有任何水分可以煮，你必须要用血，然后再去溶血。慢慢它才变成水分，所以你必须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，到最后你甚至会有一些心理压力，那简称是压力创伤症候群。我常常在比赛的时候，比如说比到一半，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睡袋，然后加上一个 Gore-Tex 的一个防雪袋而已，它并不是个帐篷，所以当你拉链拉起来，头灯一关掉的时候是全黑的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根本看不到你自己的手指，所以你会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比完这个比赛回到都市的时候，你突然会半夜的时候，你突然就爬起来说：“哦，我在哪里？我怎么还在雪地？”或者是你比完赛，你一爬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去整理你的行李，然后别人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还有比赛没有比完。”
然后他一拉住你的时候，我说干嘛？他说你已经回到都市了。在这些时间有限、距离也有限，你必须要一一去克服你自己心理障碍。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完成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跑完。可是很奇妙的，人总是这个样子。在夜晚的时候，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。有些人会害怕鬼，有些人会害怕孤独，有些人会害怕孤单寂寞。我在比赛的时候，有一次在进行到300多公里的时候，在夜湾，最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只有7个小时是白天，17个小时它是黑夜，所以几乎你都在夜晚中竞赛。然后呢，你就听着你自己的呼吸声，没有任何人，接着加上你的雪橇声音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晚上10点，半夜12点，凌晨1点，凌晨3点，早上5点，然后你就发疯了，连续10天。可是总是这个样子，你会一次又一次的去 push 你自己 ，push to your limit。可是，一次又一次，你会崩溃。一次又一次，你会认为自己做不到；一次又一次，你觉得孤独；一次又一次，你已经觉得你快要已经受不了，要放弃这个比赛了。可是很奇妙的理由是，每次当你有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，总会有另外一个念头又出现，去支持你要继续参赛下去的一个办法、一个理由。我发现的是，当你在夜晚的时候，你不断的溃体，你不断崩溃，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你自己越来越勇敢，然后更加重整你自己。我发现每一天，一次又一次，我让自己更加的勇敢。我们在竞赛的时候，像大家看到这个冰河的这个画面，有时候经过一些冰河，进行的速度太快，我来不及去分辨哪些的那个冰河它是不是有结冰好，所以我就快速通过。就经过到一半，突然就踩空，啪一声，然后我整个脚就陷到冰河里面。那一天晚上气温是-38度。当我吓到之后，把我身体往后拉的时候，又嘣一声，我的下半身这边全部已经进到那个冰河里面。我吓到爬起来，赶快要去生火，然后让自己的衣物全部都脱掉，要烤干。我待了3个小时在原地，不断的发抖。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诚实的告诉自己说，我受够了，我要放弃这个比赛。可是很奇妙的事情是3个小时过去之后，我换好衣服，然后我又继续在跑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你情绪非常焦躁，然后你会不断的开始跟自己抗衡，一个支持你的说法，一个反对你的声音，不断在互相冲击。我相信，在没有说服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比到一半，所有的杂念突然都出来，还有呼吸，还有雪地的声音，我受够了。突然，我静下来把头灯关掉的时候，我看到极光突然飘在我面前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才了解到一个道理：当你不把所有的心思放在痛苦、恐惧、抱怨的时候，专心的放在你唯一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完全去放弃这种想法。重要的已经不是装备，已经不重要了，食物也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你始终如一的态度，继续去坚持的下去。所以我了解到恐惧是什么？恐惧是每一个人所从心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角色，每个人都不敢去碰它，而且一次又一次。比如说，每个人都害怕夜晚，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爸爸的过世，或者是离婚，或者是失恋，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夜晚。可是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害怕这些东西？你必须要去自言，让自己去感受你为什么会害怕 ，How to feel why。当你能够去理解，当你能够去放开你的心胸，这一切都会过得相当的顺其自然。你能够去接受，然后去内化它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要问我，比过那么多比赛，到底冷死痛哭还是热死痛哭？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。比如说，这个是-10度，有点结冰；这个是-30几度，这个是-50度，所以你的所有的鞭炮都结冰了。好，那热有多热呢？这个是非洲的这个是巴西42度，这个是非洲52度。接下来呢，就变这个样子了。不管冷跟热，没有勇者在接受死亡的时候是勇敢的。每一个人都会害怕死亡，
但是如果你有机会，或者是你不幸的要遇到这件事情，前提是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在这一生中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参加比赛更恐怖的是，会有这么多苍蝇，100多只会在你头上，或者是我头上这边也是。有些选手可能跑到一半，他就开始一直疯狂的一直挥手，整整6个小时，他就一直这样边跑边挥，他就浪费很多体力了。但是这现况的环境，你必须让自己既来之则安之，让自己去适应这样的环境。比完这些所有的比赛，我才发现，当我们在诉求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往往都是一个人。你想去追逐什么？你想要去表达什么？你想要去追逐什么梦想？往往都是一个人。参加这些比赛，我才发现，重要的是你跟朋友的一个互动，你跟人类的一个互动 （human contact）。所以今天有4件事情想要让大家回去练习。第一件事情是你要记得每个人的姓名。我们都希望被人重视。比如说我在比赛的时候，我可能忘记一个选手名字，我说，Hey, could you help me to take the map？ 他可能就反应很随便的说，OK。可是如果你记得那个人的姓名，你不认识他，说 Hey Steve, could you help the map？ 他突然就会很热烈的回答 OK, no problem。每个人都希望被大家记着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被大家尊重，所以记得每个人姓名其实非常重要，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朋友。第二个是你必须要发自内心的微笑。我们在竞赛的时候很痛苦，每个人都很痛苦毙了。简直要你的命，所以竞赛的时候可能大家一到 checkpoint 休息站，每个人脸都是这样子，那气氛真的非常的恐怖 terrible。可是当我一进去的时候，我是大笑说 Hey everybody, how you feel？ 每个人突然就开朗起来了。当我发现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，你的朋友越来越多，我在国际的一个生活圈也越来越广。第4个是一句甜甜的赞美，我们希望都被别人称赞，都希望被别人肯定。比如说，这个人从头到尾应该会有你喜欢的地方，比如好比我爸爸，我会跟我爸讲说，虽然说你有一个很大的啤酒肚，但是抱着你我很有安全感，爸爸，这也是一个赞美。然后第4个是一个热情的拥抱，在欧美国家，我们常常见面或者是比完赛结束，我们都会互相拥抱离开。但是在亚洲儒家思想，我们常常都忘了这件事情。我发现这4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。当我开始每一天都能够去练习一项的时候，我的生活开始改变。而且我越来越懂得谦卑跟感恩，以及懂得跟每一个朋友们一起相处，珍惜在你生命中的每一段日子，不管是斑斓历史古老的，一次又一次在你现实的生活中穿梭或比较，它会让你的生命变得具体而生动。那在最后的时候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呐喊一句：这是一个短暂的生命，我们有机会让它更精彩。所以，当我们出生有心跳的时候，其实死亡就已经立下立碑了。你什么时候会死亡，上帝都已经告诉你了。所以呢，在最后的时候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呐喊一下。待会只要大声喊说2013，大家就一起呐喊：我几岁？我的梦想才刚开始。但是不要害怕说出你几岁，因为当初说出你几岁的时候，啪，全场就盖过去了。对，然后最后我们再拍2下手，啪啪，然后大家一起大喊：OS！好啊，那我们就先小声练习一次。好，预备，年龄可以先保留。好，预备，2013，我27岁，我的梦想才刚开始。手大家都会了，很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大家一起大声的呐喊一次。也许你在不曾在公开场合中练习过，或大声说出你的年龄，可是我相信，当你大声喊完这一句，也许你的人生会开始改变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谢谢，预备，2013，我27岁，我的梦想才刚开始。哦，谢谢大家，这短暂的人生值得我们精彩，谢谢。